本期说两个假消息，一个是俄乌战场消息，说乌军用 TB2 击落一架俄军图9 MS 战略轰炸机，另一个是日本推出了第6代战斗机 FX。首先，这两则消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没有大的新闻媒体报道，且透露的信息少得可怜。按理说，无论是无人机摧毁战略轰炸机，还是新6代机现世，都是军事圈的大新闻，绝对有资格登上各大媒体和搜索头条，但现在却没有。那 TB2 有没有可能击落图95呢？理论上 ，TB2 无人机发射机载半主动激光制导空地导弹是有可能击落图95的，不过呢，可能性也十分有限。一是因为俄军图95在俄乌战争中一直扮演着空射巡航导弹的载机，相当于一个空中发射架，其发射的弹药不管是 KH-55 还是 KH-101， 射程基本都有3000公里，根本不需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靠近乌克兰领土。二是因为 TB2 无人机不具备卫星通讯能力，只能依靠地面战或无线电中继站控制，其最大控制距离约为200公里，这还是在没有电子干扰的情况下。TB2 无人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脆弱性，很难指望其能够穿越较为完整的俄军前线野战防空网，因此该消息的真实性不大，甚至即便乌军真的摧毁了一架图95，火力军相信也是在机场地面上摧毁的。至于日本 FX 6代机消息，这来自于网络上一张 FX 正在推出机库的图片。从照片上看，这架战机像模像样的披着日本国旗，后机身覆盖着雨布，只露出了一个被固定在拖车上的机头，毡布上还有着 JN 字样，意思是日本飞机。战机旁边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活着，穿着橘红色警示装或者空字迷彩，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发布者说，该机的编号为 FX， 具体细节仍在保密，但其各项性能都将超过第5代战机。不过这则消息仅流传了不到半天就已被戳破，纯纯的 AI 图。首先是飞机尺寸实在太大了，用飞机旁身穿蓝白迷彩的工作人员做对比，按照平均身高1.7米计算，这架所谓的日本6代机光是前机身高度就5米多，那这飞机的总长度不会亚于40米，起飞重量高低在100吨左右，差不多和我们常见的波音737客机一样大。其次，第5代战机的机体蒙皮表面都做了特殊处理，几乎看不出接缝，接缝部位都有锯齿形处理等。但这架6代机机头明显能看出接缝，一眼看上去就好像几片大铁皮焊接在一起一样，根本达不到第6代战机的工艺水准。最后，拖车上的标牌就不是日语，所以这个所谓的日本新一代战机 FX 就是 AI 制作出来的假图。而这张图其实是4周前网站上一个关于日本下一代战机的视频封面图，而且大家难道不觉得熟悉吗？这架 FX 战机机头明显是以 F35为底用 AI 画出来的。那么日本下一代战机目前发展到了哪一步呢？日本的 FX 战机追究起源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，当时日本国力不错，加上有点闲钱，就打算换一换手上的 F15G 和 F4EG， 于是就向洛马求购 F22， 不出意料，美国出于保密选择了拒绝。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三菱重工和日本防卫厅联手开始了新一代战机的论证工作，他们先后提出了多个技术方案，整个研制工作贯穿了整个21世纪的最初10年。之后经过技术验证， ATDX 计划，也就是所谓的先进战斗机技术验证机计划正式立项。2008年 ATDX 计划开始骤然提速，从原先的只有缩比模型和全尺寸模型开始过渡到实机制造上。按照当初日本防卫省的计划，从2009年到2016年，其为 ATDX 拨付了392亿日元预算，要求制造一架验证机用于试飞。若是加上之前已经付出的相关预算，日本防卫省当时就已为 ATDX 项目投入接近2300亿日元。终于2012年，三菱重工宣布已经开始制造 ATDX 的首架验证机。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小野寺五典对外表示， ATDX 要在2014年实现首飞，但结果到了2014年 ，ATDX 连下线都没下线呢。直至同年7月 ，ATDX 验证机才从厂房中被拖出，也就是后来一度以为要量产的日本5代机新神战机。当然，到目前为止，新神还只是日本先进战斗机的技术验证机，而且还是缩小版，其长度只有14米，翼展9米，起飞重量不到10吨，使用2台推力 XF51 型涡轮风扇发动机。其真正完成首飞是在2016年4月22日，只是这时新神战机有些不够看了，于是日本又墨迹了2年，在2018年3月5日，日本的朝日新闻正式披露说，日本防卫省已经不再考虑开发国产新一代战斗机，新神战机自此也就下马了。幸运的是，新神验证机还是验证了一些航空技术，如柔性蒙皮技术、光传飞控技术和折流板式的推力矢量发动机等，
为后续日本的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机打下了基础。2019年，日本防卫省公布了其下一代战斗机的概念图，并将该项目定名为 FX 项目。FX 是日本新开发的一款重型远程战机，旨在替代之前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发且已逐渐老化的 F2战斗机。该战机的机腹弹舱可携带6枚中远程空导弹。FX 战机的技术研发及演示验证工作是日本过去10几年中在国防和航空科技领域的重大投入，也是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。后来在2022年7月，日本防卫省和英国宣布，日本将正式加入英国的暴风雨战机计划，二者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。到了2022年底，意大利也加入进来，成为了后来的 GCAP 计划。至此，日本完全靠自己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努力宣告终结，改为和英国、意大利联合研制。所以，目前日本的新一代战斗机计划根本就不叫 FX， 而是 GCAP。目前 GCAP 的外形设计已经冻结，已转入详细设计阶段。与 FX 相比， GCAP 的机翼设计从最早的兰姆达翼型变成了经典的三角翼，后缘几乎完全是直的，机体内部也可额外携带燃料和重型武器。这意味着 GCAP 的设计目标是奔着更大作战半径、更长续航时间以及更多武器容量去的，以便在空中和地面打击更多目标。总的来说，日本自研已成过去式，如今只能和英国、意大利联手，至少也要再搞个10年，到2035年才能拿到 GCAP 战机。据突破防卫报道，以色列无人机制造商 Heaven Joggins 在阿联酋的国防展上首度公开展示其最新研发的轻动力无人机，代号为掠夺者。按照该公司的说法，掠夺者无人机借鉴了乌俄战争与以哈冲突的经验，其采用双机身设计，配备4具垂直起降旋翼以及细长机尾，整体定位介于小型4旋翼机与大型军用无人机之间，有效载荷约22.7公斤，可携带各种传感器、摄影机、武器或其他物资，还能够在各种环境中部署，例如从军舰甲板起降等，大幅提升了作战弹性和任务执行效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掠夺者还采用了轻动力系统，相较于一般无人机使用的电池或内燃机，轻动力具有明显优势。其能源效率是一般电池的5倍，使掠夺者可连续飞行10小时，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。其2，几乎不会产生废气污染。其3，雷达检测信号极低，不易被敌方察觉。预计这款无人机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首飞，待进行完相关测试后，将根据结果评估是否进行量产。此外，报道还称，哈文 Dragons 虽然是以色列公司，但总部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，这也就意味着待掠夺者无人机正式量产后，可直接进军美国市场。而且按照哈文 Dragons 公司的说法，其价格要比 MQ9 无人机更便宜，市场前景将会非常广阔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日本和菲律宾于去年签署了互惠使用协议，随后日本便基于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，开始向菲律宾转移4套 TPS P14ME 搜索雷达。该雷达由陆上自卫队现役的 GTPS P14雷达改进而成，属于机动式雷达，旨在用于高空防御，监控距离约463公里。预计该雷达将由菲律宾空军第580空中预警及管制连队负责。该连队的主要驻点为菲律宾吕宋岛偏北的圣菲尔南多空军基地。据此推测，该雷达将部署在该地区的高海拔位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日本的西南诸岛部署有大量雷达系统，例如在九米岛分屯基地部署有 GFPS-4 雷达，对高空目标侦察距离可达400公里。在坐月分屯基地则部署有更先进的 GFPS-5 雷达，其最大侦察距离可达2000公里，较稳定的侦察距离为740公里。此外，在宫古岛分屯以及冲永良部岛也部署了先进的 GFPS-7 雷达，尽管其探测距离属于机密，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至少与 GFPS-5 雷达不相上下。总的来说， GFPS-457 雷达主要为大范围监控，以提供早期预警，而 GTPS-P14、TPS-P14ME 雷达则是战术层面的机动雷达，主要用于应对各种突发威胁。有鉴于此，后续日本可与菲律宾在特定区域内形成雷达互补，或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情资共享合作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假消息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